美中呢看起来好像贸易战有要再谈，然后也是有来有往，但是其他地方他们并没有落下那个针锋相对。目前一个最新呢是中方这边他们讲的，说近期他们有好几个留学生去休士顿的乔治布希洲际机场入境。结果被人家给拦下来，而且他们强调这个叫无端盘查，还有滋扰，因为呢，他们这一些身上可能电脑啊等等电子设备，通通都被检查，甚至还有人呢被限制了人身自由长达80多个小时，最后被人家遣返。所以目前知道呢，中方这一边大陆这里的作为就是第一，先告诉他们的这些留学生，没事的话尽量不从这个机场进。那他们当地的驻美使馆也已经对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但是他们也想问啊，你川普讲的到底现在可以信还是不能信？川普是怎么说的？川普是喊话说60万的中国留学生非常重要，欢迎回来，应该这种学术交流要继续维持。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目前呢，中方赴美留学人数确实是在往下降，很多专家就讲啦，这其实对于美方的科学研究可能会造成影响哦，因为呢，在当地美国的科研基本上呢，很多人讲离不开中国留学生的原因是因为人数的问题。现在跟10年前比，人数已经少了有90%之多。那你会问啊，目前全球顶尖的科学家一个数字说呢，如果说用这个数量来做比拼的话，日本目前全球顶尖科学家294人，美国2632人。好，但是呢，根据统计说呢，在2024年的时候，前2%的顶尖科学家榜单，这个2024年美国71392人，中方呢则是27165人，是全球第2。那如果是这样，到底需不需要这些人才继续来帮忙呢？美中之间呢，一直以来川普说话算话啊，会跟你有来有往。现在希望谈的是美中的重启贸易磋商，时间点呢说很有可能就在这个星期，因为传出这个星期大陆的商务部副部长即将要在前往华盛顿进行另一场的会谈，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川普呢又开始出来讲话了，警告各国要撤销数位税哦，不然的话我就要禁止我的晶片出口，因为你对我们的科技公司有所歧视。所以呢，现在也传出中方这边就晶片半导体这件事情力拼在2027年说 AI 数据中心所使用的半导体，特别是中方企业这里设计的制造的比例要提升到70%以上，北京强调要100%。好，这个呢是目前传出来的一个数字。那川普呢，他也直接在讲稀土战的部分，你也不要想说不给我磁铁，因为我的手段比你多很多，我的牌比你多很多。他说呢，我跟中方比起来，飞机零组件它就很需要我啊，我就可以拿它来当成一个关键产品的武器呀。你不给我稀土、磁铁稀土的话，你的下场就是我会把你关税直接升到200%啊！所以呢，现在他也在内部增加他自己的实力，所以传出他要投资煤矿到铀厂跨线的提炼，希望呢可以吸引更多人来投入这个产业，让他本来的那个空洞化现在不那么空洞。总之啦，不管是从学界，或者是到科技界，或者是到这个所谓的能源界，他都没想要落下，因为每一场都可能会变成一个战争。来，国防部现在为什么要叫国防部？叫战争部啊，没气势，对不对？这个是川普所讲的。他说呢，其实本来美国的国防部是叫战争部的啊。当年呢，他们打赢了2场世界战争。那后来呢，是讲说，哎呀，其实呢，要改成国防部啊，比较好听啊什么的。啊，我们为什么要防御？我们本来就不需要防御啊，我们就是要改名为战争部，符合这个部的本质，符合气势。现在呢，川普在内部也要成立一个专门部队，原因是因为呢，他发现了程式犯罪很严重，那就指示了国防部长 Hexas 说，国民兵搞一个专门部队，负责华府的公共安全。不是只有华府哦，芝加哥也要来了。来，伊利诺州州长就开始在讲啦，如果你真的派兵到芝加哥的话，你根本就是一直在找蓝色城市的问题嘛，因为这些都是长期支持民主党的地方。那是不是只要支持民主党的，你都说人家的
城市治安有问题，然后你就要派那个国民兵，要派那个专门部队进去呢？可他强调自己不是独裁者啊，我只是呢希望说可以让这边的治安好一点点。现在去华盛顿，有人说一个打卡点是什么呢？一个打卡点是打击犯罪的那些士兵啦，他们在闲晃，他们就想问啊，他们站在街角，并没有靠近那一些犯罪热点啊。那一些士兵甚至跟媒体承认，其实他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工作，或者是太多的任务。那这一些就会对于这民主党来说，变成一个政治攻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回过头请教一下赖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个是中方传出他们的留学生，而且是非常多名的留学生，从 Houston 入境的时候被无端的滋扰。这些留学生都拿到美国的签证了，他是可以进入美国的境内，然后在机场的时候受到了盘查，受到了干扰，不友善的一个对待，甚至对于人权、人身的安全都有一些伤害。所以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已经正式的向美国照会了，而且表达强烈的抗议这个都已经在进行了。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美国的这个海关他们对于尤其移民局的官员对于中国的留学生的这种不友善，事实上已经对美国已经出现一些很明显的影响了，而且这个影响是负面的影响，也就是大量的留学生都不到美国去了，美国的大学出现了断崖式的一个落差，川普自己本身都感觉到紧张了。为什么？因为它会出现2个讯号，第一个就是美国很多大学难以为继，原本它是很大的学校的运转是依靠的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现在大陆的留学生不来的时候，这些学校的运转就会出现问题这是学校的经费会有问题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很多大学都在比较乡间，所以乡间里面很多的工作其实是满足学生，而当这些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大量减少了以后，对于这一些地区他们的就业也会出现问题，他们的经济发展也会出现问题，这是川普所发现已经出问题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就是您所谈到的有关于他们的高等教育中很多老师去做研究，他的研究生其实就是大陆来的，尤其是在理工这个部分，中国大陆有特殊的表现，非常的优异。那少了这么多的研究生，这个对他们的老师的研究发展就会出现这个瓶颈，也会出现障碍。大家都已经预估美国的科学发展可能会落后了。中国大陆因为在很多的专利项这个部分，在联合国的专利项值跟量这个部分，大陆已经超过美国。也就是说，过去美国是遥遥领先，后来在2年前的时候被追平。那在今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在联合国的公布里面，质量这部分都已经超过美国了。另外一个就是您提到的全世界最顶尖的2%的这些研究学者中，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些状况了。为什么？因为在去年开始到今年，尤其今年，华人在美国的华人顶尖的学者70%表达他们要回到大陆的这个意愿，70%所以相当有可能您所看到的这个美国本来是排名第1，7万多人嘛。那很有可能会快速的下降，因为这些学者已经陆陆续续都回到中国大陆去了，而且这个速度在加快。目前来讲，调查中70%都要离开，那就已经会有上万人都会往下降。那也就是说，当美国往下降，中国大陆市场就往上升了，因为大陆自己本身培养的这些顶级的研究学者的数量其实是越来越大，因为大陆的大学在全世界的100大中，它占比的数量是越来越大。在全世界10大里面，我们都看到它都挤进2、3所大学了。那台湾现在都退到100多名、200多名了。而前100大中，中国大陆前100大，大概台湾1所都没有。前100大中，大陆都已经有20、30所大学都挤进前100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其实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反差。美国的学界中，美国的科学界，他们都一直呼吁说，你川普你再这样搞这个政策，会把美国的整个科学往后拖，而中国的科学却往上走，这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反差。另外一个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美国的学者的离家出走。您这个资料是2024年，是到了明年，美国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就是因为很多的美国的学者，美国裔的美国人，他们都移到欧洲去了。
像欧盟，他们在巴黎大学，就第三大学，他们在前2个月吧，他们召开了一个拿出几个亿的预算，也就欧元的预算，就是说让美国的顶级大学的老师们，他们移到欧洲去教书。目前已经有不少的人都已经离开了，他们都到欧洲去教书，然后也给他们一种快速的一个国籍，也就是说他们叫做科学签证、科学护照，他们很快的就可以拥有欧洲的国籍。那些顶尖的老师，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人，他们就离开美国，因为他们觉得川普把这个研究经费大量的砍掉，而且对于这个国际间的科学交流进行很多的盘查，那这个造成他们研究上面的不便利。我讲是美国人哦，他们自己都离开美国，移到欧洲去，然后华裔的移回中国大陆去。我觉得这个现象在移动中的过程里面，对美国的伤害到明年看出来会更大。也就是说，明年统计2025年，它的现象就会出现很大的落差了另外，李成钢在这个时候到美国去，我觉得这个时机点挑得非常准。为什么？美国的大豆农开始出问题了，他们到现在接不到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订单。那也就是说，没有一艘船是从美国大豆船开往中国大陆的。这个对于9月份开始在采收的美国大豆农来说的话，他们很多人会陷入破产，而且会有更多的人明年他们无能力去播种，因为他们除非跟银行贷款。那李成钢去的话，刚好可以谈到这个问题，可以交换什么呢？交换芬太尼的关税。所以我们来看看到时候芬太尼的关税会不会就拿掉，换这个大豆的采购。芬太尼关税也蛮高的，来请教一下玉芳委员怎么看？这个川普想把这个美国再改回叫战争部。其实，在1947年以前，美国的国防部就叫做这个 Department of War， 就是战争部。那你知道，全世界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国家，你不是叫 Ministry，就是叫 Department，后面不是用 Defense，就是 National Defense。对。所以都是用防卫部、国防部这样的一个名词啦。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希望和平嘛。那你的这个管理军事的这个部门最好叫防卫部、国防部，表示你在防卫，是在防守，不是攻击嘛。可是你用战争这个字就变得比较 aggressive， 就比较的有侵略性嘛。这个也反映了这个一个世界如果一个国家变得独强太强的时候，目中无人而且那个领导者又像川普这种个性的话，其他国家就会受害。你知道基辛格讲的话，1968年我越来越觉得有意思。他说当美国的朋友可能很危险，但是当美国的敌人可能很危险，但是当美国的朋友必然致命，就会这样子。所以你看现在川普是不是专门在欺负朋友？乌克兰应该是你的朋友嘛，你也帮助拜登的时候帮助他这么多嘛，像变成他敌人一样。他反而在替普丁在讲话，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啦。但是要讲到这大陆留学生的问题我们大陆喜欢不喜欢美国人都要承认一件事情Kenneth Waltz， 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沃兹，一个这个国际政治学的大师说过一句话啦。当时很多人都认为美国已经没落，在衰退。只有他讲，他认为不是，因为有2个因素。第一个，美国的人民的年纪最年轻，比起其他国家；第二，他的科技最进步。你现在不得不承认，他的科技真的是帮助他是最多的。全世界吸引这么多的学生去，你知道，光是2023到2024这个学年，中国大陆而已就有多少人在美国读书？277398人，真的。那大陆为什么自己越来越发达，还有这么多人每年跑到中国大陆、跑到美国去念书？它的科技的进步是最重要的。刚刚这个赖教授讲的也对，你知道这么多的学生去很多是念，不是每个都进哈佛的啦，哈佛也不那么容易进去的，有很多人其实念私立学校，很一般的学校，这些学校偏僻又穷。你知道大陆的学生让他们活得不错，就像两岸现在这么紧张。以前两岸关系好的时候，大陆学生每年这么多人来台湾念书，这个对公立大学影响不大。
对私立学校的影响非常大，很多私立学校后来的变得非常的财务非常的困窘，就是因为大陆学生几乎都不来了，学费的收入少了非常的多。来，我们想请教一下司令会怎么看？美国总统川普动用他的国民兵警卫队到华府去管他的治安，其实我认为这有点杀鸡用牛刀，因为这是州警察就来处理的，或者是联邦警察来处理就可以了。要动用军队、动用国民兵来负责华府，甚至将来要派到这个芝加哥或者是纽约，动用国民兵去管这些治安。这个治安它有它的专业性呢，你靠这些国民兵能够处理得好吗？我认为这有点大张旗鼓，因为很多事情呢过犹不及，交给州警察、交给联邦警察来处理，反而比较适当，因为它有它的专业性，不是国民兵就能够搞定。那第二个，我们来看美国限制中国大陆留学生，中国大陆留学，它去限制中国大陆，对美国来说的话，可能会弊大于利啊，因为有很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到美国啊，他是进入研究型的大学，而不是进入社区大学，也不是进入教育型的大学，他进入的是研究型的大学。那这样子的话，中国大陆留学生到了研究型的大学，是因为美国大学它是做研究型大学，是做很多的专案研究。美国的这个大学教授的待遇啊，其实只是一般而已。但是他的收入有很多是在做研究而获得其他的附加价值、附加的收益，是这个样。然后中国大陆这个留学生进去都是比较优秀的，因为他经过这个语言的上面的考试，能够通过到不是他母语的地方去来读书，去来做研究生或者当博士生，那他这样对美国的教育上是有贡献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几年中国大陆他的学术的发表的篇数，还有申请的专利数，还有论文的被引用的次数超过美国了。所以美国在这个教育这一方面呢，可能还真的需要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呢来帮他做实验，来帮他推专案，让美国获利比较多。其实两个是都有获利，但是美国的获利往往是多于中国大陆哦。所以美国在这方面的话，反而是获利者哦，并不是说到美国在这方面会有所损失。好，其实呢，美中之间看完之后，你就要来看看，刚刚讲了，当美国的朋友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境界？来，朋友来了，有朋自远方来，这是韩国总统李在明首访白宫。哎呀，看起来氛围是不错的啊，应该蛮好的吧？本来要谈2个小时，后来谈了140分钟，比预期还要来得长。聚焦什么？聚焦驻韩美军，还有贸易、造船合作等等。关税呢，这一次大家说一定会谈。哎，可是讲着讲着，怎么会从这边来讲？因为川普传出要求南韩割让土地，这是什么一件事情？他的讲法是这样，他说啊，我的美军不在你那边吗？啊，你那边不是有我们的军营吗？啊，那个地方的土地所有权是不是转让给美国？我们花费巨额建造一个要塞，你也要做出一点点贡献哇！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大家想问的是，不是啊？根据美韩之间的驻韩美军协定，是免费已经提供给你当基地了，然后还要分担维持你的大量驻军，你现在连我土地的所有权都要，这会不会引起南韩内部、韩国内部民众的抗议呢？来，川普现在甚至还暗示他，你来也没用啦，那个15%的关税不会变啦。哎，可是我今年想要见一下金正恩，这个时候说要见金正恩，你说李在明要怎么回应？李在明的讲法是这样说：哎呀，没有啦，那我建议你哈，我觉得你可以去朝鲜半岛带来和平，你可以去跟金正恩见面啦，在北韩盖一个川普大楼，让我可以在那边打高尔夫球。大家就觉得哦。所以现在开始在讲这一些就是场面话了吗？哦，毕竟呢，在两人交汇之前啊，两人相会之前，川普突然说韩国发生大清洗或革命，不能跟他做生意。他的原文在 Truth， 就是他的那个 social media 里面讲的是韩国发生了什么？似乎发生了一场大清洗或革命，我们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跟他们做生意。大家就要问了，你要见人家的领袖，突然说人家发生大清洗。
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而且李在明落地之后也被发现了，怎么只有2个官员来接机，然后呢只送给他纪念币？你来看看这个，确实啦，场面相对的冷清。那韩国的媒体就仔细的去给他看，发现呢只有国务院的代理礼宾处处长，还有美军上校来迎接，没有部长级的官员到场。人家来的是总统，这样子的等级规格，会觉得合理吗？另一个说法是说，怎么会呢？这场会面差点被取消。好，这个是有媒体的爆料了，说呢，韩国外交部长其实8月21突然到美国访问，是因为呢，美方跟他讲，如果你那个3500亿美元的投资不具体写在文件里面我有可能会取消峰会。现在传闻非常的多，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呢都知道，川普是一个性情中人，也就是他想到什么，真的有可能会做什么。所以呢，去的人跟他谈的人会紧张，在铺排的人呢，听到什么样的消息，也都是雷厉风声的。来看看这次李在明怎么让他能够愿意跟他谈那么久，因为他送了韩制的钢笔讨他欢心，大方赠送签名笔。然后呢，川普就说：“哎呀，你是聪明伟大的领导人，还说美国会永远与你同在。”而且呢，对于川普，第一，有人说他做的很直背挺的很直，而且呢，双手放在膝盖上，感觉呢是比小学生还要小学生。另一个呢，则是开口必称赞川普，狠狠的称赞他，所以川普心花怒放，愿意跟他讲很久。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讲他喜欢听的。来，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需要韩国的造船厂，需要韩国的这个相关的输油管以及投资等等的大礼，这一次通通都挺上了，还说呢会力挺美朝会谈，甚至呢，南韩航空史上最大笔采购逾100架的波音飞机，以及韩的企业承诺在美国要投资1500亿美元。好，这个呢是加码的投资。但是李在明呢，他先前讲什么？说韩国不能再走安美金中路线，也就是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那是表示经济上面也要跟美国更加紧密吗？与此同时，川普讲到了年底或者是明年要出访中国的时候，李在明想要搭便车，那我们一起来啊，大家一起去啊，这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李在明不能自己去吗？这个就很有趣咯。来，回过头请教一下赖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这2人的第一次会面？在白宫本来2个小时，后来讲了140分钟。李在明这一次要去白宫访问，他做了很多功课也做了很多准备，包括他跟石破茂请教请益说你的切身的经历切身的经验传授我一点怎么跟川普来打交道。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搭飞机之前，他还被问到，他说我这个熟读1987年川普自己所写的《川普回忆录》交易的艺术他说我还特别读了一下，然后我对于川普的交易的方式手段我了若指掌，我掌控的没有问题。确实这个李在明这次的访问跟川普是气氛非常的融洽因为他也是一样，因为第一个他要避免是走泽伦斯基的下场被赶出去，所以他言必称伟大的总统，然后呢又说我们2个共同都有遭受到谋杀你有被谋杀，我有被谋杀，2个人有共同的语言了，而且呢都是惺惺相惜所以谈的确实是很愉快。但是问题是谈得这么的愉快之后川普有没有让？没有，川普要的都要到，不止都要到，还多要了。第一个，他要韩国必须把军费再调高第二个，驻韩美军28000人，他本身的韩国的支付费用还要再调高对川普来说，他就埋怨他第一次调高成功，第2次要调高的时候他就下台了，然后被拜登破坏，所以他一定要满足他第2次调高的条件。那第2次他要求多少呢？他要求是这样子，除了驻韩美军的所有的人事费用，他们的薪水由韩国支付以外，他这些
美军的所有的行政生活设施，还有他们的眷属的生活设施、娱乐费都要由韩国人来支。另外还有一个最大宗的，就是美国人所使用的武器装备，海军的、空军的、陆军的所有的武器装备，韩国人要用租赁的方式来租，所有权是美军，使用权是美军，但是你要付租金。那这样的话，这笔钱就很大了，因为你说一艘航空母舰、一个潜舰、核动力潜舰，那个要多少钱啊？所以这些钱都要算。哇，那这一算的话，对韩国来讲压力很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土地我要了，那个土地很大哦，非常的大啊，所以对于韩国来说的话，这有点这个丧权辱国了。所以李在明他面对的就是国内的一个质疑的声音，这第一个。那当然还有就是灵活战略的问题了，也就是说，这个如果美军参与跟俄罗斯跟大陆的打仗，使用美国的韩国的军事基地，韩国要让它使用，那就等于是把韩国卷入战争了。韩国就再也没有自己的国家安全了，他就完全把国家安全交给美国了。另外在经济方面是输得更惨，不但都买单，而且还最重要一点就是90%跟日本一样条件送给美国了。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刚刚讲到哈，其实到目前为止，美韩之间的这个对话，有的人觉得说，其实谈的好像还好，但韩国当地当然有些媒体不这么认为。请教一下玉峰委员会怎么样评判？我们常讲说，一个大国对小国有时候叫巧取豪夺。我看这个就是豪夺，这不是巧取，这是明目张胆跟你，我就要什么这样。而且第一个我这样讲了，你去跟人家见面以前，你知道韩国的这个总统马上就要来跟你见面了，你po一个文说韩国真发生了这个大清洗，或者是革命，不能跟他做生意。对。你这羞辱人家嘛？他怎么清洗呢？他根本没有发一个没有一枪发过一个子弹嘛？是，他是经过民主选举这个取得这个总统这个职位的嘛？第二个，人家到了你那里以后，你派2个层级这么低的官员去接见一个你的盟国，你们订有安全盟约的这样一个国家的总统，那你想想看，你怎么接待那个侵略人家的普丁总统？红地毯，你亲自到那个地方，对不对？对他那样的热烈的欢迎，还有个 B2 飞过去，对，这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哦。然后我是觉得，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照片，我是觉得这个有点不可思议的一个照片哦。是，这个照片呢，就是他们2个在现场，这个是 CNN 的今天头版头条，我看到了。你们看看那个韩国这位总统坐在那边叫做正襟危坐，一副要听训的样子。然后呢，你看川普讲这话，这样指着他，叫做谆教诲，你在训斥他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叫做 body language， 叫做身体的语言，你就看得出美国这个强国在川普领导之下是怎么对待他自己的盟邦。再讲一次，不经济讲的对吗？你当美国的朋友，真的有时候是很致命的嘛。你给他一大堆东西，其实呢，南韩已经承诺了，你知道吗？他承诺什么？就是说，我们把那个美军的这个在这边的费用，我同意增加。对那增加呢8.3%，这是他在去年10月的时候跟这个拜登的政府签的约。就增加到每一年要11亿3千万美元呢。这个基地，你来这边驻军在这里，我基地免费给你使用，另外我要付你14亿3千万美元还不够。做地产商的脾气又来了，你送我这块地产，送我格陵兰你也要，大的岛你也要，小的基地你也要，你什么都要，连加沙走廊都想把它变成度假胜地。我认为这个是人这不改其本性啊。我是觉得南韩多少还真抢到什么？你看南韩今天美国对他待遇，你相信我们民进党政府
可以在关税谈判得到更多吗？不要更少就不错了。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等等回来，请傅自营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请司令帮我们总结。那个美军他要把这个韩国的美军驻地的驻地这些基地，把他所有权状拿去，那还得了？那比租界还惨呢、租界的话，韩国里面只要有租界还好啊，这个所有权拿去的话，美国可以来自由处置，这因为它是有所有权。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要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这一场会面呢，现在有非常多的细节被拿出来讨论了。这是我们的总统赖清德，还有前总统蔡英文，他们3人啊，跟这个副总统萧美琴3人的会面，昨天在讨论桌子倒影等等啊这些事情，结果今天呢发现了，不是只有这件事大家在讨论，大家讨论到什么很细，我也没想到，在讨论到这台冷气啦，这边有台冷气，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有台冷气，对不对？讨论说这台冷气到底开几度？网友呢是直接把这个截图放到这个 Google 的人工智慧这边来问，结果呢他们是怎么回应的 ？Gemini 他讲的话是25度啊，是真的是假的不知道 ，AI 供好，可是问题是呢，很多人发现他们怎么都穿长袖，只有萧美琴一个人穿短袖啊，不太对吧？如果穿长袖这样子的话，冷气是开很强吗？网络上面大家都记得啊，以前我们的这个前经济部长王美花不是还说了，餐厅不能开低于26度，不然要罚钱吗？这一些内容为什么这次会有这么多的讨论啊？当然也因为所谓的核3演绎公投才刚过没多久嘛，那个时候的一支莱尔校长的广告，让大家看到了国民党广告的一个新生化年轻化。结果现在真的没想到，朱立伦出来讲这个话，说：“哎呀，民进党的广告文宣执政太久了啦，捞啊啦，就像以前的国民党一样。”他讲这话的时候，大家讲说：“是这样吗？”可是我今天又看到了他们民进党的小编脸书最新贴文，出来讲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特别来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数字超级好，还是我们的是4小龙亚洲4小龙之首。下面骂声一片，大家就会想问：他们真的知道目前的重点在哪里吗？好，这个时候呢来讲这些事情，当然某些部分跟预算有关系。立法院呢在讨论追加预算，卓荣泰呢就开始在讲了，追加预算里面有一笔是罢免的经费。现在呢王鸿辉讲不是吧？你这个罢免我，然后呢你要追加预算，那你要去跟民进党要啊。卓荣泰说什么？说罢免是公民发起的。所以呢，就是一样，跟公投都编列在预算里面。反正现在呢，他们持续在讲罢免是公民发起的。今天这一位金马这个营地陈木也出来说，都说是公民运动了，到底干民进党什么事？为什么大罢免都要民进党来负责呢？民进党在这一次的罢免，确实就像刘宝杰讲的，说呢一手好牌怕嘎输，拐渣裂枣还想要领导我。里面的这个领衔人之一史书华今天则有个新闻说呢，他用2个脸书粉丝页去诽谤对方，结果已经被判拘役60天定谳了。可是呢，到目前为止，真的这一些当时的领衔人，或者是这些当时的大将们，有被好好的检讨吗？还是赖清德现在还是有想要跟他们在一起吗？其实呢，民间大家是有感受的，在过往这大半年，我们经历了很多，线下有很多的要事要做，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关税。结果昨天在立法院里面的这一段答询，再次强调，这不是国民党或民众党的委员是民进党自己的林岱樺委员，听听他怎么问。对美贸易谈判不能牺牲传统产业，要请中央拿出对策与决心。刚才您的说明还是聚焦在半导体跟资通讯产业，其他产业是否会变成对美谈判可牺牲的筹码呢？我想不会，我们要争取对等再降，就是因为对等关税影响我们很多传统产业。
所以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希望那我就不用20%通过的条例啦对等关税再降。我就不需要通过条例了，5900的条例。好，他想问的就是到底有哪一些产业会受到影响？郑丽君的讲法是说不会有传统产业受到影响，当然不会。那不会有产业被牺牲，那也很直接啊，对啊。那如果没有人被牺牲，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过5900亿特别条例来去辅助这些产业呢？今天郑丽君的讲法，卓奎帮他解释说，郑丽君是说强力支持啦，哎呀。林岱樺委员没听清楚，是说强力支持产业，政府不会牺牲任何一个产业。其实现在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一些内容会这么样的细节要再细节？因为你知道吗？车业现在真的是很惨。来，郑丽君呢，他已经证实了。美规进口车零关税是在谈判范围里面了，所以呢，车业整个炸起来之后，发现立法院现在呢又在讲要再补助补助呢方案过了之后，他们昨天讲了。3万台进口车已经挤爆在台北港，还没有办法进来。你现在又要再搞一个补助，大家就会在观望、在等嘛。所以呢，他们车商说，那我就直接休到10月底算了，就等你真的确定了，然后知道要怎么做了，我在期待那个时候顾客会不愿意报复性的来买车。我现在真的完全不用做，说8月已经比最冷的2月成交量。都还要来得更低。目前美规车的扣关，我们也是一直到现在问才问出来了。产业现在担心的是，我们开门之后的效应呢，不是只有车而已。我们这边只举了车这个例子，还是呢被问出来知道的这一些的内容，因为就是你看到台北港塞爆嘛，那。其他产业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了解这当中的细节，能够让这一些的业者多做些准备？首先要请教的是玉芳委员，您怎么样来看？好，这张照片现在太多的细节了。网友发现，这个冷气，有人问 AI 说好像是25度。这个，这当然就是跟政府以前所宣传的要26度嘛那你像25度，你就在那边开冷气，这个有关。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问题，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2个人好不容易见面，那怎么去谈？怎么会聚焦谈一些冷气的事情或其他什么样的事情呢？没有，他们没有谈冷气啊，网友啦，网友在那边不是我说我们对他的关怀啦，应该关怀的就是说他们究竟。谈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内容闭门会议。那因为蔡英文好歹做了8年的这个总统嘛，所以他大概觉得可以给赖清德一些的建议。那你告诉我哪些建议？而且我这样讲可能不太礼貌。我要说的就是说，今天赖清德其实面对很多问题，是从蔡英文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请问你光电的问题不是这样吗？台电的问题不是这样子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核三这个没有办法援引。你这个政策事实上是从蔡英文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嘛？蔡英文任内就是决定核三就不要再援引了2025非核家园，对不对？是啊，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他们有很多东西要谈。其实我是比较觉得，他们应该适度的让外界了解他们究竟谈了什么。蔡英文有什么高明之处可以来告诉赖清德的？好，所以我不是说我替赖清德讲话，我的确认为现在的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乱象。那个起点是从蔡英文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的，所以你今天要跟赖清德这个有所这个建议的话，其实你也应该为很多的问题先做个道歉，譬如说能源的问题就是个大的问题嘛，至于讲到这个大罢免的问题了哈。我认为这个值得所有的政党有所学习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一个特例。你一次要把蓝军的区域的立委几乎是要一网打尽，有些只是因为联署没有通过而已嘛，没有过门槛而已嘛。31位，你想要一网打尽呢？你举个例子，看全世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真的没有。全世界有没有说一个执政的政党？你要知道，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当家不闹事，闹事不当家。你现在要当家人，而且我们面对了这么多的国内外的问题，核三原因就是一个大问题，你更不用讲美国的关税的问题那你这个时候应该集中全力要求在野党合作，在野党这个全力的支持，大家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共识，然后来解决这些问题。结果你不是
你把在野党当作敌人，今天你把它推给公民团体，我是认为是不负责任的。就表示说执政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反省的能力，还没有反省的那个诚心诚意啦。那些民团他们有多大能耐啊？搞这种东西要花很多的钱呢。那个动员不是很简单的事，选过几人都晓得。你要全台湾到处去搞这种东西，动员要花相当大的资源，相当大的力量。而且那我请问你一下，那你们前一任的民进党的秘书长他为什么要下台？他自己当时就跳出来全力支持嘛，对不对？而且柯建铭也讲了多少次啊，主席已经下令动员了，好，已经全力配合了。好，对不对？所以你其实你今天把它推给公民团体，我认为就是代表你没有诚心诚意的去检讨这个错误的这个所谓的公民运动，所以这个是一个真的，我真的觉得说，真的当家真的不闹事啊。我们现在像关注的问题，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你说汽车业，我觉得你们这么用了一个很好，叫汽车产业。大家不要以为汽车只是外国汽车进口，然后我们的价钱被压得很低，然后我们自己本国的车子卖不出去，这个没有市场，不是这样啊，这是个产业，从零件、零附件的生产，到整个的组装，到整个的出售，这是一系列产业，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包括钢铁业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政府真的。现在应该全心全力的，这个罢免式也过了，我们就丢到一边去了，翻页了嘛，真的每一个产业好好听他们的心声你到目前为止，政府有没有把各个相关的产业召集起来，然后呢听他们做建议，然后立法院也配合开一些公听会，然后讨论看要怎么解决。我至少我没看到，我可能看的资料不够多，可是我们每天都在看媒体的资料。那为什么我感觉不出来呢？你替他们这些产业做了些什么？你不能讲说没有问题，我们一个都不会牺牲，我们也不愿意牺牲，我们一定来全力相帮，不是你想帮就帮得了的啦。所以你要及早的告诉产业，你们可能面临的问题究竟有多大，哪些才是真实的大问题，然后我要帮你帮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剩下你也要自己想办法要解决，要务实的面对了。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冷气的问题，为什么网友会揪在这个点上？现在也有人发现了说，因为在今年2025 3月的时候，总统府那个时候有个新闻稿出来说呢，他午夜后完全关灯，夏天冷气只开28度，还减少洗车次数，就表示他很节能啦，节能减碳啦可是所以这个时候才会被人家拿出来讲嘛，就是那一张图里面，你以前所讲的那一些一一被拿出来检验。请教司令。那这一次大罢免大失败就是民进党一手策划的，这个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就是给他4年任期这个大罢免我认为就是一个反民主政变，民进党在搞反民主政变，所有国民党的区域的选出来的立法委员都给他罢免，结果32-0，就变成大罢免大失败。结果民进党还甩锅，甩给民团。在去年他们2月1号上任的第一天，民进党就在规划罢免的事情了。这去年2月1号，然后今年的2月1号，马上时间一到就送出来了。他说当初在走的时候，这个是意向书，这个联署第一阶段联署的意向书，其实就是签第一阶段联署嘛。民进党一直在骗人，就非常的这一个反民主的政变，民进党失败了，又甩锅给民团，说是民团搞的，民团在政变，这个不对的，这不负责任嘛。所以民进党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反省的能力，他们应该站出来。你看那个民进党的秘书长林右昌跑到花莲10几次，要去罢免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傅崐萁，变成这样跑了10几次他多努力啊！民进党已经尽洪荒之力了，动员他的这些党职、公职，还有这些他的民意代表，全部动员都上了，结果反民主政变失败，甩锅给民团，这是民团的事情花了国家几10亿的钱，还搞得这个样子。所以民进党应该真正的事情就是说，很谦虚、很谦卑的对台湾的人民道歉。这一次反民主政变失败，民进党要虚心来检讨才对。第二个，我认为他这个民进党很多政策不确定性太高。你看看光电，
现在美国总统川普都说，这些光电是骗人的嘞，美国都反光电呢，马上废止。民进党为什么不马上调整方向，改弦易辙呢？结果这个光电搞到每一度发光电都要5块半，核能发电才1块4毛钱啊！你看，所以民进党在这个光电里面，每一个光电案都有民进党人介入。你看这2兆的光电，就2万亿台币，民进党如果摊1成就好，2000亿就进袋了。所以你看搞这些大罢免，民进党这边那些多少的那个民团，那这些钱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认为民进党在这一方面呢，应该是要出来认错，出来道歉，然后出来承担，现在统统甩锅给民团了。这个简直是荒腔走板，非常荒谬的事情。那第3个，民进党还有的短板就是说，他都走政治分赃，不走专业路线。这次到美国去谈判，我们谈的成果是最差。我们讲到了韩国15%，这个日本15%，菲律宾19%，我们20%，还叠加关税，还往上累加关税，谈成这个样。我讲过了，这个郑丽君他没有任何财经背景，你让他当谈判的领队，郑丽君从来没有谈判的经验，你让他来领队，那你这样子谈判已经谈得一无是处，让台湾的这些产业界遍地哀鸿，是这个状况啊。所以我认为民进党不要走这个分赃路线了，赶快走回专业路线，好好为台湾做建设，这样才对得起台湾人民。请教一下赖老师。其实您看到这个赖清德跟蔡英文啊，还有萧美琴他们见面的那个画面，会成为一个话题。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台湾的年轻人希望民进党不要再骗了。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说，诚诚实实的执政，不要一直在骗啊。我觉得这个最主要是症结在这里，也就是说，他在告诉大家说，夏天他都开28度，然后政府都说啊，这个餐厅、百货公司、捷运站都要26度到28度，不能够低于26度。所以我们事实上，所有在台北的居民，他都有一个感受，就是这段时间特别热嘛。可是当他进那个捷运站的时候，他并没有感觉到比较凉快，因为温度也都是蛮高的。为什么？即使他开26度，由于它是对外空的，对，那个整个热流还是会进去，温度都蛮高，大家都觉得都是汗。那既然都是如此的话，那你赖清德又说他是开28度，但是结果当他自己放出来的画面 ，AI 的检视是说25度的可能性是最高，应该是25度。这个时候当然就炸锅了嘛，大家就会觉得说你又在骗了，你又说一套做一套，你又不能以身作则，你要求我们都要忍受热，而你自己本身却可以吹到凉到你还要穿长袖，那这个当然年轻人就受不了了，就不满。我觉得这个最主要是不是在计较1度2度的问题，而是在于计较你在欺骗我们，你又在演戏，就好像你永远莫名其妙的，你就会碰到这个病人，你就在高铁就可以救人，然后你在台风的时候就可以碰到小学生就是说大家都会觉得你一直在演够了，不要再演了。我觉得这个最主要是症结是在这里。好，其实呢，我们在讲到国际间，大家现在在看的是什么？大家现在看的是呢，台湾内部问题调好之后，你要看看国际目前美中之间的状态。